下面这盘棋的名字呢，叫做迷途羔羊。这盘棋呢，也是双方由中炮对平红马演变而成的。黑方跳马，红方跳马，黑方出车，红方车平二，黑方走马二进三。黑方这种跳马的方法呢，叫做驱头平红马。就是说黑方三七卒呢暂时不动，可根据红方的选择呢，在相应的呢，制定呢这个战略部署。驱头平红马的好处呢，就是说它的目标呢不是很明确啊，是以静制动，看红方的这个态度。除此以外呢，黑方也可以强挺七卒啊，当然有的棋手也有走卒三进一的，但是呢，不如卒七进一呢，相对来讲呢更好。那么这盘棋当中呢，红方选择的是兵三进一，这样双方呢就进入了这个中炮进三兵对平红马进三卒的这个攻防体系。现在红方走炮八平七，这步棋呢可以说是红方啊在这个进攻的道路上的一种改进性的这个招法啊。以往呢，红方多走马八进九呢比较多，接下来黑方卒一进一，红方再走炮八平七，黑方马三进二。现在呢，红方呢走炮八平七，主要呢是看一下黑方的这个应手。黑方呢走的呢非常的老道，他先补士呢巩固中方，啊，这招棋呢走的也非常的稳正。如果黑方仍然走马三进二的话呢，将遭到红方的这个奇袭，就是红方马三进四。下步棋呢就是直取中卒。假如黑方飞象，红方可以再登中兵，这个棋呢红方呢就是有明显的这个先手。如果黑方登啊，当然黑方如果走炮八平九这个腰对的话，摆脱左翼的牵制，那么红方可以对掉以后呢，可以取得这个多兵的形式，再马五退七把它登掉。如果黑方登掉呢，红方就可以炮五进四打一将，啊，一补士啊。这走到这里呢，红方有一个非常精警有力的这个招法，就是走车二进五，一招两用，既把黑方车炮的空间呢压缩了，同时呢也含有车二平七这个杀卒的这个手段。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将来这个炮七平二啊，这个手段继续对黑方呢形成这个牵制。当然走到这里，红方就是有很大的先手了。因此呢，黑方呢走得非常的仔细，他先走士四进五，巩固中方，同时呢不给红方这个马三进四出击的这种手段。但是红方呢在这里呢走的呢可以说是太执着了，他仍然采用了这个马三进四的这个攻法。他希望黑方呢走马三进二什么的呢，他将来还有马四进五这个登兵的手段。如果黑方补象呢，他将来瞄着有兵七进一啊，这个继续攻击黑方三路马的这个招法。但是呢，他忽略了这个黑方呢这个时候有一个非常精巧的这个反击的手段。因此红方这马三进四呢可以说是造成了一个移形。那么黑方的反击是什么呢？黑方走炮八进三啊，进炮打马，这个破棋这个定位。那么现在红方这个马跳上来以后，遭到黑方一打，就是陷入了这个进退两难的这个尴尬境地啊。怎么说呢？那么我们就给大家呢介绍红方啊这个进马和退马的两种变化。第一种，红方马四进三，把黑方的兵呢登掉。看起来呢，红方这个进马登呢是一个先手，但是黑方呢通过再炮八进一呢抢到了实质性的先手。现在黑方瞄着这个炮八平三，有这个打兵的这个绝对先手，打象一将抽车，所以红方这招棋呢必须要表态，被迫进行
进攻。这个时候黑方马3进4跃出来，那红方也只有拱。接下来黑方走马4进5。黑方呢通过呢这个左炮压进的这个手段呢，抢先以后，把3路马呢非常迅速的跳出来，获得了红方的这个中兵。以下红方由于中路太空虚，黑方将来呢这个马呢一离开这个中路以后呢，总有平中炮闪将的这个手段，所以红方必须要补一手棋。那黑方接下来可以下3进5一补，同时呢飞着红方的过河兵，红方兵7进1下一步。接下来黑方走车平4，走到这里呢，红方这个马前进去了，但是呢没有任何有效的这个配合，他这个可以说是孤马深入，而左翼子力呢，这个车马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子力还没有出动，7路炮呢还受到了红方中马的这个牵制，特别是将来红方这个中马有马5退7以后将来老有炮8平5这个反扣中炮的棋，所以综合呢以上的分析呢，黑方走到这儿呢，可以说是获得了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这个反弹之势。作为红方呢，可以说这个形势已经失控并且呢，这个遭到了黑方的严厉的这个反击，所以走到这里黑方呢依然是反客为主。那么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分析了红方走马4进3的变化。现在再让我们把这个棋子摆回来，看一下红方另外的变化，就是走马4退3。那么红方这个马被黑炮呢逼回来呢，应该说从心理来讲非常的不情愿，但是呢，迫于呢黑方呢有这个刚才已经向大家介绍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卓有成效的这个反击的手段呢，红方退马呢也可以说是一种这个因地制宜的这个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这个下法既然前面的已经走失误了，也就只好这个忍耐了。黑方呢这个时候呢可以走炮8退1，非常的灵活。那么现在大家呢通过这2个回合的转换呢，大家就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等于走到这儿的时候本来红方一走炮8平7，黑方一走14进5，明明该红方走棋红方正招应该自然是马8进9了，但是由于这个马3进4呢，被黑方炮打回来以后呢，等于白白的走了2招棋。当然黑方这个进炮呢也要浪费1招棋，但是等于呢黑方呢白走了1招这个炮8进2实战当中呢黑方炮8退1退一步，这样等于黑方呢已然是多出了一个先手红黑呢倒置了，先手已然是换了地位了。红方的招法反而比黑方呢少走了一步棋通过这一战术手段再让我们呢推演几步棋，看看黑方这一先手多走的这一步棋如何呢发挥这个效率。如果红方现在走兵7进1试图争夺这个先手的话，黑方正好顺势一跳，马3进4这个跳出成了。红方拱兵黑方炮8平3是一个绝对的先手，又是打击性较僵，所以红方不能拱，红方有可能用炮呢打掉。这样的情况下，黑方一种如果走的稳重一点，可以炮2平3呢把红方这个炮呢勾住对它实行牵制，也是可以采用的。除此以外呢，也可以走比较明快的，直接换掉这样打着红方的象，红方只能够兵7进1吃，这样黑方呢抢到了这个对车的先手。那么红方呢这个被迫呢马要再退回来，黑方可以把中兵吃掉。这儿呢大家也可以看到，红方呢
从大子上来看呢，他仅仅呢走了一个中炮，车双马都处于这个原地踏步的这个位置上。这个兵呢，虽然过了河了，但是对黑方呢，暂时呢也起不到什么更大的威胁作用啊。将来黑方这个棋一补象，车一平三，车一平四啊，就是可以顺利杀出啊。这个中马呢，还有效的控制红方的2个正马这个起点，将来可以顺击呢马五退一登兵。应该说这个棋也是黑方这个反夺主动的这一局面，所以黑方呢并不怕红方直接走兵7进1的这个反击。那么红方呢，他为了平衡一下自己的局面，现在呢他走车9进1打算呢这个尽量的均衡住这个局面。黑方呢不会受象继续巩固自己的阵营。如果红方现在再兵7进1，那么黑方将来可以走马3进2了。你即便这个兵拱过去，黑方也可以飞掉你下步棋呢，一个是炮威胁着你的底马，将来他象一退回来呢车一平3或车一平4还是这个非常有弹性的这一局面。所以红方现在呢拱兵呢时机呢也是不够成熟，所以他走车9平6站肋尽可能呢保持住这个局面的这个均衡。黑方走马3进2，跳马打马，红方也只能走马8进9。这样呢，黑方把这个边卒攻起来制住克制了红方这个左翼的这个边马。现在红方呢先走一步这个炮7退1怕呢以后将来这个黑方有马2进1以后再马1退2把这个边卒这个逐步度过的这种先手，所以他提前设防。那么黑方呢也是先稳住自己的阵脚，走车进3扼守在卒临线避免消除了红方这个车6进5的反击手段。那么接下来红方走车2进4，这样黑方呢就可以顺理成章的逐步在边线呢这个营造自己的这个优势。以下红方如果车6进3呢，黑方呢可以慢慢的这个组织进攻。走到这里呢，可以说双方呢当然还有这个非常漫长的这个战线，但是作为黑方来讲也可以说获得了非常乐观的这个形势具有这个反先之势。那么红方这个子力呢现在都尽管这个3路马也活但是黑方这个其他炮呢也可以调动，但是黑方呢这个子力呢配置非常优良，特别是红方这个左翼呢要承受着比较大的这个压力因此这个棋作为黑方来讲已然获得了十分这个有弹性的这个反击之势。那么这盘棋呢最主要红方这个马3进4这个计划不够明确带有盲目性这种既不是攻也不是守的这个招法呢往往会造成这个疑形。那么黑方这个炮8进3打马呢可以说是一种这个特殊的手段一般情况下这个棋迷朋友们不要采用这样的招法因为往往呢会给红方马4进3这个登兵的这个先手。但是在这个特殊的局面下，黑方这个炮8进3就显得呢非常这个有力度可以说是这个攻击的绝妙的构思这盘棋呢我们就为大家呢介绍到这里。